Hello，大家好。疫情爆发后，很多国家的房产市场都受到超低抵押贷款利率和政府财务支持的影响。在全球房产市场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房价涨幅最大。最近，蒙特利尔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波特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加拿大的房价比美国高46%。他给出的原因是，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喜欢买房子。这次疫情爆发后，由于各种刺激政策，美国人也开始变得爱买房子了，因此美国房价也在过去1年中暴涨，交易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今天的话题就是美国最大的房产泡沫在哪里？惠誉国际评级最新的报告显示，疫情爆发后，美国房价以惊人的速度上涨，房价已经基本背离经济发展的现状，导致美国很多房产市场都被高估了。惠誉国际的分析师估计，截止2020年第4季度，美国房屋价格被高估了 5.5% 左右。特别是去年11月份到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全国房屋价格上涨了 8.9%， 这导致了很多房产市场被高估。惠誉国际的分析师认为，因为低抵押贷款利率，美国房产市场的购房需求迅速上升，远远超出了待售房产的库存，这导致2020年房价增长加速，而经济发展并未跟上这一速度。惠誉国际的报告指出，美国房产市场的现状也像加拿大一样，很多房主不愿意在疫情爆发时挂牌出售自己的房产，供需不平衡，导致美国大约 25% 的大都会区房价至少被高估了 10% 以上。在美国20个最大的都会区中，房价被高估最多的是赌城拉斯维加斯。惠誉国际估计，拉斯维加斯的房价被高估了大约 28%。房价被高估排第2名的是达拉斯沃斯堡大都会区。惠誉国际估计，这里的房价被高估了大约 20% 至 24%。惠誉国际还以州为单位，调查了美国哪些州的住房市场被高估了，其中爱达荷州位居榜首。惠誉国际预测，爱达荷州的房价被高估了大约 30% 至 34%， 内华达州紧随其后。现在，爱达荷州已经成为从加利福尼亚，尤其是从旧金山和硅谷移居的主要目的地。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兴起，帮助推动了爱达荷州的房产需求。惠誉国际发现，住房市场被高估超过 10% 的州还有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堪萨斯州、北达科他州和华盛顿州等。惠誉国际的分析显示，只有17个州的住房市场价格可持续，有4个州被评为低估了的房地产市场，分别是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新泽西州。尽管美国房产市场存在泡沫，但与加拿大房产市场相比，泡沫却少得多。主要的原因是，虽然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方面都受到了疫情的沉重打击，但美国的经济状况远远好于加拿大。2020年，美国 GDP 同比萎缩 3.8%， 加拿大 GDP 同比萎缩 5.1%。在就业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的报告显示，1月份美国增加了49000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从上个月的 6.7% 降至 6.3%， 而加拿大1月份的就业人数下降了213000人，失业率高达 9.4%。在疫苗接种方面，加拿大的进度也远远落后于美国。截止昨天，美国已经接种832万人，而加拿大仅接种113000人。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央行行长似乎都是唯一一个看不到泡沫的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资产价格上升，无法得到实业支撑的时候，泡沫经济就已经在路上了。一旦刺激政策停止，投机者必将陷入深渊，房产和股票价格将大跌。与所有的泡沫时代一样，大多数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内亏损。如果每个人都能量力而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破产和法拍屋。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